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一起 backpacking 啦。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叫 Sword Lake 剑湖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剑哦，是舞刀弄剑的那个剑。剑湖在北加州应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 hiking trail， 对吧？它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北边，南太浩湖的南边，所以中间的地方。这个 trail 比较容易，整个 trail 一共来回才6.5个 miles 左右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走进去到湖边搭营，然后明天原路返回。就这样，准备好了吗？走吧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吧 ，Let's go。我们这一路走来，这里树很多都是黑的，其实原因是因为几年前这里发生过山火，所以说把这里都烧了，大概是在2-3年前的样子。所以说加州每年其实都会有不少的山火，有时候大，有时候小，所以说大家用火的时候一定要很注意。在加州 backpacking 一般公园也会禁止使用明火，就说你不能自己搭一个篝火出来。所以说你要生火做饭的话，一般都是要带一个 portable 的这种可以移动的小的炉子，这种是被允许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身后这个湖现在就是 Sword Lake 了，比想象中要大一点，人也要多一点，不是说很小众的吗？刚才我们在停车场的时候，就有一个老太太，她看到很多很多那个车停在停车场里，然后她就问别人说真的吗？她说我们原来来的时候最多不超过10辆车，现在连停车位都没有，都已经满满的。我们是运气好，有一个人正好走了，我们停他的位置上。现在起码停车场有50辆车了，差不多。对，估计得有50多辆。对，差点没有停到位置。现在望远看去，大概能看到的地方，大概得有7-8组人，至少在露营。对。不过它因为它面积很大嘛，所以大家的隐私都还比较好，而且很安全。如果你们喜欢看我视频的话，应该就是跟我们一样，都是非常热爱生活，非常喜欢去旅行啊，然后户外大自然这种。那我就真的很建议大家，趁现在有疫情嘛，不敢去坐飞机，不敢去住酒店呀，我觉得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出来 backpacking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，其实比想象中容易很多，所以说应该开始。对，因为很多人可能就觉得看到那个书包那么大那么重，然后准备那么多东西，外面住嘛，要吃饭干嘛的，可能很复杂，就不想开始。但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，因为东西都可以老公背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想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准备了什么东西，然后大概有多重，好吧？咱们去看一下，好吧 ？OK， 走。我们今天不会太详细的讲所有东西，因为我毕竟也不专业嘛，而且没怎么准备。我今天会主要讲一下 backpacking 最重要的4大件 Big Four， 那么就是背包、睡袋、睡垫还有帐篷。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讲书包。书包大概分为2类，第一类就像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背包，你可以看到它会自重比较重。我这个的话是60升，给女生用的。大概是4.7磅，我老公这个是男生用的，是同一个牌子，但它是65升，差不多已经4.9，快要5磅了。这种就比较适合那种2晚到3晚那种徒步露营。如果你是去那种更长的，比如说你去个1周徒步露营，你可能就要买一个更大一点的，比如说80-90升这样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现在比较多人会追求那种极轻便，就是 ultra light 嘛，因为这种真的是自重有点重，一个包就已经5磅了嘛。那种 ultra light 的包呢就非常非常轻便，但缺点就是非常贵，因为它用的那种材料是类似那种黑科技嘛，你也搞不懂，但是也很容易坏，因为它非常非常轻薄，很不结实。好，那我们进入第2样，睡袋。睡袋的话呢，其实就主要看它的温度就可以了。像我这款是羽绒材质，它的温度是20度到32度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可以保证你在20度的情况下不会被冻死，可以生存。那32度其实是一个 comfort level， 它其实就是说，如果你在32度用它，会觉得非常非常舒服。这样。那第2点说一下材料。我这个是羽绒的嘛，那羽绒的话就会非常轻便，而且它可以弄得很小，放在包里。但它就比较怕潮湿，它只要被打湿了就很难干，而且就完全失去了保暖的就是功效。但
第二种材质就是合成材质，那个的话就会比羽绒稍微重一点，而且很难把它弄得那么小，但那个就不怕潮湿。好，那就进入第三点。第三点，我们来说一下防潮垫，就是那个睡垫。睡垫的话，通常是分为3种。第一种就是那种充气睡垫，你放平用嘴吹它就鼓起来了，那个其实挺舒服的。第二种就是这种是最舒适的，这种是自动充气的。它其实是一种材料，它里面是一种开放性的泡沫，也就是说你那个泡沫嘛，它卷起来就是缩小成这样。但是一打开它就会膨胀开来，自动，所以就是自动的那种充气嘛，那种会更舒适，只不过稍微会比那种充气的那种会稍微重一点，因为它们毕竟材料比较多嘛。那第3种就是那种塑料泡沫，那种像纸垫子一样，比如稍微比较厚一点的塑料泡沫垫，可以卷起来放在书包的外面，因为它很难缩小，那个就非常便宜，但是那个就舒适度还有保暖度都就会差一点。好，那进入第四项就是帐篷。帐篷的话呢，也大概分为2类吧。一类就像我们这种传统的、比较轻便的 backpacking 的帐篷。如果你看过上一个 video 的话，上一次 backpacking 我们去Lake Tahoe， 我们带的是 REI 的Half Dome。那个也很好用，但那个的话，就是因为它自重有一点偏重，那个差不多5磅多，我们觉得背起来会有一点稍微吃力，因为你背包去徒步的话，每一个 ounce 都是要考虑进去的，所以那个5磅真的不行。然后我们就买了这个，加在一起总重才不到2磅，1.89吧。哦，真的，你看多么的轻便，背起来真的很方便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一种类似睡袋一样，它可以吊在树上，但是有一个遮的那个一块布，可以把你整个人盖起来，那种就非常非常轻，就是一块布的感觉。那刚刚我们讲完了 backpacking 的 Big Four 嘛，4大件，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，分别我的4大件都有多重。像我说的一样嘛，很多人就是女生，大家看到背包那么大，肯定很重，加上准备东西那么多，就不想开始。但其实真的没有很重，而且没有那么复杂，所以就给你们看一下。我有小抄，我的睡袋是2.38磅，睡垫的话是1.44磅。那帐篷的话，我们就算2磅好了，因为它有一个垫子在下面嘛，就那个防脏的。然后我的书包是4.67磅。加在一起是10.49磅，那加上其他的就是水呀、食物呀、煮饭的东西啊、餐具那些都加在一起，我的书包这次出来大概是17磅左右，不超过18磅，所以就真的还好。如果你第一次加上爬坡有一点的话，真的会觉得有一点辛苦，但是万事开头难嘛，你慢慢习惯就也不会觉得太辛苦，而且准备起来也不难，最主要就是要买齐这4大件之后就是小东西嘛，我给你们看一下都需要什么是必须的，好吧？首先你需要一双非常舒适的徒步鞋，这种鞋可以保护到你，也很舒服，这样。好，所以徒步的登山鞋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第2样当然是水袋啦，因为你出来肯定背不到那么多水嘛，要找一个壶，像我们这样，然后接水喝，那水肯定是要过滤的，这种过滤水器。那第3样就是这个 beer canister 这一个桶，它其实就说来话长了，它是一个防熊的，你把食物放在里面，那熊就算闻到味道过来，它也打不开，对吧？你看这边它有2个小锁。这边呢，当然人的话很方便了，你用指甲或者是用钱那个硬币一拧就开了，对吧？但熊它开不了呀，所以可以防止熊过来跟你抢食物，过来攻击你。那第2点呢，有好处，其实也是为了保护熊。那它如果太过于依赖人类的话，它不就失去了它的野性吗？对吧？所以这个很重要。但其实我不是很推荐大家买这个，因为它太大。太重了，其实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它有一个其他的选择，一个 bear bag 是一个袋子，可以扔到树上面，其实也可以有这个同样的功能。好，那第4样呢，当然就是我们吃饭啦。我非常推荐我这一套，因为这套里面包括所有你做饭和吃饭需要的东西，2个人哦。你看，首先它是有一个锅子嘛，一个锅子，你可以煮面啊、煮饭都可以。
食物的，然后有2个碗，对吧？2个碗，这边还有2个水壶，可以喝东西、吃水果。然后打开里面2个叉子，关键的在这里面。对，这个你那个 stove 小 stove 下面当然还会有一个那个 fuel， 这个灌在那个 fuel 上面就可以生火做饭啦。好，那刚刚给大家讲了一下徒步露营需要用的4大件，还有其他所必须带的东西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看更详细的，你给我留言，我下次再拍一个详细一点的，好吧？好，现在的话我们就来搭帐篷，准备吃饭，好饿呀！准备去洗碗休息了，那我们明天见，晚安，拜拜。Hey, good morning. 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回去了，我们2天1夜的 backpacking 又结束了，那我们就跟这个 Sword Lake 剑湖说拜拜吧。看我们后面这个湖，其实真的挺大的，我们路不全，其实很长一条湖，对吧？它比较长，比较瘦。再一次推荐大家来尝试一下 backpacking， 真的还挺有意思的。是个非常好的 experience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了，我要把相机收起来，我们就 enjoy the hike。那感谢你们收看我的视频，希望你们喜欢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